我们终于来到了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。经过几千公里的跋涉，从辽宁出发，沿着中朝中俄边境线一路向北，终于到达了我们心目中的远方——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。上期视频我们刚一进漠河市区，就发现整座城市都被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所包围，市区边上的道路也因为冻土有很大的起伏，冬季时这里的冻土层能达到3米，可见自然环境的恶劣。漠河作为中国最北的城市，冬季时这里的温度是中国第2冷的，仅次于中国冷极根河市。今年漠河的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3度，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。在漠河的市区内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景象，无论大街上、楼顶、车顶、树上，所有的东西都被覆盖上了很厚的白雪。这里的极寒气温连阿拉斯加这样的雪橇犬都倍感压力。行人、自行车和机动车在这里都格外的小心，道路上覆盖着很厚的冰层。我们也看到了当地人是如何清理这些冰层的。当地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的寒冷，也有很多自己的方法。厚实保暖的衣服是必不可少的。在其他季节时，露天售卖的商品在冬天时都搬进了室内的市场。这些市场都有3层门以及很厚的门帘，就是为了保持温度。为了保证居民们在极寒地区的生活，漠河市每年的供暖时间长达8个月，从每年9月到第2年的5月。虽然地处中国最偏远的地区，这里的物资一应俱全，在菜市场里基本能找到内地售卖的大多数蔬菜种类。东北地区富饶的渔业资源也让漠河受益匪浅，甚至在冬天，当地人也可以在城市周边的河里打捞出各种新鲜的渔获售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贝类、虾类、各种肉类，物产相当丰富。漠河市的人口不多，我们来的时候正值冬日，路上的人显得更少。但是这座小城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什么都有。在市中心有个大型的商场，商场有电影院，号称中国最北的电影院。商场附近就是漠河最热闹的地方，所有的店铺都迎接着市民。说实话，漠河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热闹许多，因为地处中俄边境，漠河的很多建筑也都有着俄式建筑的影子。中国最北的火车站漠河火车站就是一个例子。当然，中国最北的机场也同样属于漠河市。在漠河的几天时间，我们品尝了当地有名的吊炉饼砂锅和皮儿薄馅儿多的东北水饺。东北菜的味道真的让我们这些西北来的游客赞不绝口。夜幕降临时，我们还去探访了漠河舞厅。没错，就是那首《漠河舞厅》中的漠河舞厅。在舞厅中，狒狒翩翩起舞，感受着这时空穿梭的梦境。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漠河之旅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最靠北边的城市黑龙江省的漠河市。大家春节期间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新闻哈？当时说的是漠河市监测到最低的气温是零下53度。说实话，我们本来春节那会儿就想来东北玩，但当时那条新闻成功的劝退了我们。我们就迟迟没有动身，一直到春节过后，等到东北这边最冷的那个温度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才来的。但即使到现在，我们感觉现在的漠河街头依然是让我们瑟瑟发抖，还是非常冷的。那其实现在的温度已经回升了，我看天气预报哈，今天的漠河气温是零下22到零下7度，但是最高温度依然没有上0度。大家看这个满大街都是厚厚的冰和雪，所有的车和人都是在冰上面行走，而且呢，行人大家看都是全副武装，帽子、手套、口罩、围脖，还有耳套，基本上都是只露眼睛在外面的，还是有点冷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在漠河吃个晚饭，顺便带大家逛一下漠河的夜景吧。按照惯例呢，首先狒狒先来一杯蜜雪冰城吧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块算是漠河的中心位置了，有非常大的一个商场，能看到卖很多国际
还有国内品牌的，你看像李宁啊，还有一些国际品牌都有，挺多的，算是当地一个大商场了哈。对，挺它这个繁华的。建筑好漂亮啊！这个晚上有灯光之后，感觉特别像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，很漂亮。看我的饮料，我每次来这边冬天点这个，主要是为了暖手，每天就把它抱在怀里，好暖和。虽然我们刚进漠河县城的时候，看这个城市还是有点建设的有点老的，但其实走到市中心，发现还是建设的可以，挺漂亮的，什么都有。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漠河距离那个林区比较近，所以我们从一片白桦林中穿出来，突然进了城市，就感觉外观看上去一般般，其实它城里面非常繁华，什么都有啊。但是漠河的人不多啊，漠河只有个6万多人。那挺少的。对，这一片人都不多。漠河是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，然后呢，大兴安岭地区它管了3个县，分别是漠河县、塔河县和呼玛县。这几个县的人口都不多，都不超过10万，挺少的。每个5块，这俩，我给我拿个这个呗，拿一个这个。冰糖葫芦哈。老板，我想要这个。可以。好。老板，你们这儿过年真有零下50多度吗？今年过年的时候可是50多度，这么冷，白天还40多度。那零下50度的时候，你都不能摆摊了吧？改了。那有人来买吗？也有，像我们常搁这儿，反正也就那啥了，习惯了。太冷了。葫芦工手就刷一下就冻了，速冻啊！那零下50度，那暖气热不热？暖气正常烧，屋里暖和，屋里暖和，外头冷。好了啊，我们家别的不是，就是外头冷，屋里暖。这是啥呀？这是视频的吗？这也是蓝莓。这是蓝莓的，这是红莓的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视频一下，我都是山上特产。这红的是啥？红的是我们山上的叫红树结的果子。我以为是石榴呢。不是。这两个是漠河这边的特色。对。这个黑一点的是蓝莓。对。这是红果子。是大兴安岭林区里面特有的。对，特有的。这纯野生的。一来就看到漠河这边在铲雪啊，这边可真冷，看他们怎么铲雪的。先用这个铲车铲一铲，然后，声音太大了，像铲车铲到这个上里面，然后这个车拉走。这里面全是吃的呀。是的，这好像是他说那个早市那个地方，好像是个市场。买了冰糖葫芦才5块钱，我现在准备吃正餐去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大山楂。这边还有个蜂蜜槽子糕，在东北这块蜂蜜特别有名的。槽子糕是啥呀？不知道，要不进去看看？我不用了，我们明天离开漠河的时候带点路上吃吧。对，现在不买了。这现在几点钟？6点钟了哈。哪有6点啊？现在才刚刚5点20，我刚看的。不过漠河已经算我们最近待过的城市天黑最晚的一个城市了。对，因为它比较靠西了嘛，已经。我们前段时间待的那个抚远4点0几分，就日落了。现在是5点38了。但是已经很黑了这儿。是。不过真的比前2天好多了，前2天每天都是4点多天就黑，5点多已经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对，我们俩有时候在路上玩和拍摄就比较累嘛，有时候中午吃晚饭没时间，经常2点多吃完饭出来3点多，感觉天快黑了，一天就过去了。我说咱俩才吃了个早饭和午饭，这一天就没了。狒狒在漠河吃冰淇淋。哎呀妈呀，这酸爽！里面全是冰碴子。是吗？我现在牙在咬冰块。就跟我那天吃那个橘子的糖葫芦一样哈，全是冰，橘子的水分更大。你这个还好。离开了漠河那边的主城区，剩下地方感觉没有那么多的车了。那片应该是最繁华的一区了。我们找点吃的。我觉得这边啊，这种1层的这种平房，对，就特别像。滑倒了。慢点。这个漠河满城都是冰地。
我就说这边这个哈，就感觉特别像电影里面演的东北小城的感觉了。是，不光我们走路，当地人走路也是滑的。看来这个冰雪天气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呀，都是公平的。我刚刚看到那个出租车刹车的时候往前滑了一截儿。我看真的不光我们，所有人都在滑，挺好玩的。那狒狒走路跟企鹅一样，哎呀妈呀，猫步在走路。你说当地人也没有适应这种冰地哈？谁都滑呀。我也刚吃了糖葫芦，超好吃。漠河的糖葫芦真是便宜又好吃啊！哇，我们现在走到城郊的位置了，其实从城中心出来就一点点，但前面已经基本上没什么店铺营业了，感觉主城区就那么方圆几百米，田园那个位置。所以现在找吃的，走吧。我们准备吃晚饭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我们现在在中国最北边的城市漠河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。我们俩其实7点多就起床了，当时拿手机看了一下实时的气温是零下23度，然后我俩就在房间里缓了一缓，到9点多才出来逛一逛。今天啊，漠河还是很冷的，大家看我们嘴巴里哈出这个气。还有嘛，就是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到哈，但是我的2个鼻孔里都是冰渣，就感觉鼻孔里面有硬硬的，就把它粘在一起，你呼吸不太畅那种感觉。这种感觉是我们之前在就黑龙江吉林这边没有体验过的啊。漠河还是冷，真冷。我们其实就刚来东北的时候，在哈尔滨那天已经冻得够呛了。但没有想到啊，漠河比2月的哈尔滨还冷，就那种感觉，难以想象啊。我们到哈尔滨那天，同一时期的漠河是什么感觉？有一点我跟你说怎么样，有多冷啊！就早上的时候，我不在车里飞无人机嘛，我在车里飞无人机，手都冻疼了，就这么冷。以前只有在室外。但是漠河的好处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哈，漠河不在那个就是黑龙江江畔，就不挨着边境线那边。所以唯一的好处是它不刮风。对，如果说漠河这个地方啊，零下20多度，现在已经这个季节了，还刮着风过来，我觉得我们的脸真的跟那个刀片拉一样，特疼。所以今天呢，总的来说还是风和日丽的一天。我们现在去漠河这边呢，有一个市场去逛一逛，看一下有没有当地特色的东西在卖，走看看去。看看当地人在这种寒冷天气下是怎么生活的。反正我们目前能看到的，每个人都裹得非常严实。还有狗的话，一般都是长毛狗，没见什么短毛狗。漠河这边还是冷，我刚打听了一下哈，当地其实有一个早市的，但它这边冬天不开，还不像黑河，黑河冬天呢穿上大鞋还是在营业的。但漠河的早市只有夏季才开，冬季就户外这种像零下40度、50度是常有的事儿，没法去开张啊。这个阿拉斯加已经冷得不行了，它哈着热气。毛那么厚，你都冷吗？大哥，这是菜市场吗？这是菜市场吗？菜市场对。哦。哇，3层门。哎呦，这里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大哥。那这里面还是暖和呀。谢谢大哥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这边那个早市还开着不？早市现在不开。今天不开？现在没开。哦，冬天不开啊。冬天太冷是不？这边是农贸市场。哦，感觉这是一个大暖房啊。对，它这个里面啥都有啊，特别的暖和。衣服啊，这些日用品都在里边卖。你看，因为这边特别冷哈，所以他弄了个阳光房，像西藏那边那种阳光房一样，玻璃顶的，温室效应。对，然后但现在上面有雪，雪盖着了。要没雪的话，估计更暖和。哇，这里边还是暖和呀。对，暖和多了。冬日的漠河市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度，平时也在零下20-30度。户外的农贸市场已经不能启用，商贩们都在室内售卖着各种物资。东北的农作物很丰富，是中国的产粮基地。虽然气温极低，但是大棚种植的蔬菜种类很多。东北的河网密布，这里的渔业资源也同样丰富。在冬天时，还可以在河里打捞各种渔获。
甚至还有很多从辽宁运送来的冷冻海鲜。拿到家里也不用放冰箱了，是不？冰箱大的，就放在外头就行，是吧？不行，不白留。啊，外边不行，有猫，有猫。对，哦，猫啊，那这还是得拿屋里放冰箱呢。有那么大的冰柜吗？大的。你这冰东西这么多。大哥，现在冬天没有那种露天的菜市场了，是吧？没有。都在室内了啊。你们这儿的鱼都没冻死吧？这鱼还能活着？这越冷越怕啥？哦结冰了都没事。哦，厉害啊这是啥鱼呀？这是北京神柳柳根儿，柳根儿。这鱼都哪儿抓的？江里头的也有。哦，江里的。哎，我早上看旁边有条河，那是什么河呀？城里旁边。就是那啥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叫啥河。哦，也不知道叫啥河。哦，太小了，没。叫漠河。这是本地的。那冬天你们这边得拿那个暖房种菜了，是吧？哦，那菜成本肯定很高喽。还行，还行啊。那韭菜感觉像是别地儿拉来的。有的是齐哈尔。齐齐哈尔的韭菜，哎呦，它菜挺新鲜的啊，都挺新鲜的。你看这茄子、辣椒都可新鲜。比咱那儿菜还多呢，感觉。对，东北这不缺菜呀。这是啥东西？没见过这个。西红柿。哦，这种西红柿。没事儿，姐，我们来旅游的，我就想打听一下，咱漠河这冬天能种菜不？冬天啊，啊、现在就是说那大棚里都能扣，这小菜都是冬天我们种出来的，哦，那这芹菜、这蒜苔都哪儿的？这都是外地进的，菜价贵不？也不便宜，黄瓜多少钱呢黄瓜卖6块钱一斤， ？6块钱啊。哦，那是比那黑河鹤岗那贵点儿。对，比那贵。比那边贵点儿。这是啥菜呀？这也是蒜苗？对，自己家摘的蒜。看蒜苗，咱那没这样的，看见没？新长出来的蒜苗啊。长得跟韭菜一样，但是味道是蒜苗。打打试试。谢谢你啊。看，这儿呢，可以吃。我尝尝，它就是纯的蒜苗味儿。老板说是他们家里在房子里面种的，房子里面对就住人的房子，地上产了一块那个土地，在里面就种了这么点儿。感觉东北这边菜都是少部分是当地种的哈。对，它这个冬季，有一部分就是有大棚也种不出来，对。有一部分也有一些像绿叶菜大棚是可以的。不过他们说鱼还挺多的，随时江里面都可以打鱼出来，哦，哪怕冬天鱼啊都可以打鱼哈。对。冬天结冰了咋打呀？冬天结冰，冬天的网，夏天下夏天的网不一样。你好吃土酱冰车吗？冬天的网和夏天的网不一样。那冬天把冰凿开下网啊？哦。我们就从这个农贸市场出来了，然后感受就是当地这个保暖做得很好，这个商场的里3层外3层的，从这门进来3层，然后当地呢，它这边菜好多是大棚种出来的，一部分是从外面进来的。它这个里面还挺大的，我刚看了一下啊，这个1层基本上是农贸市场，2层是那个服饰市场，是，然后还有个日化市场，在上面有个家居市场，就整个的就是日常所需这边都能买到。但这个菜价呢，稍微比那个鹤岗那儿贵了点儿哈，但还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么冷的地方，像冬天这个路上都有冰和雪，运过来运费也蛮贵。对，总之呢，这边的菜价整个还行，绿叶菜便宜，它本地能种。反正就漠河这边也不是说，大家想的哈，它位置靠北啊，然后中国极寒呀，各个生活都不方便，其实并没有啊。你看这个商场这里基本上一站式购物，什么都能买到。对，最主要这边的鱼多，对，他们冬天也能下网打鱼。地上有冰，小心滑倒。哎，推吧。1层方向没使对，全是蛮劲儿。2层，越来越冷了。3层，妈呀，这个是拉吗？哇，一会儿推。一出来全是，哈哈哈，感觉我眼球都结水雾了。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。这个就是漠河这边的一个叫山货大集的一个农贸市场。然后这边农贸市场呢，据说呀，只有夏天才有，
冬天的时候呢，这边没有人，都堆放一些杂物，所以冬天这边还是太冷了，根本就不适合在室外摆市场。在漠河这最大商场的旁边啊，还有一个鼎泰电影院，这个是漠河最北的电影院，挺好玩的。最北电影院，中国最北电影院，鼎泰电影院。烤地瓜就是烤地瓜，10块钱一斤，论斤卖的。看到吗？有大有小，一个没多少钱。来一个小点的，小一点的啊，这个刚出锅，甜不甜？绝对好吃，你吃这个。买个烤地瓜暖和暖和。大哥，那今天零下50度，你也出来卖吗？零下50度啊，零下5度那咱我没卖，刚卖不长时间。哦。哎，大哥，一年这个零下50的，是不是就那么几天是吧？对，就那几天，他不是说经常的事。那这儿有把人就冻坏了。这儿有北极光吗，大哥？北极光啊，北极光现在没有。一年能看到一次吗？我这块看不着。看不着哈。只有一年。零下40的才多吧？40来度，3来度。漠河这边的户外的小市场，这鸡都是冻着卖的，10块一只是吗？这白菜冻的比那个鹤岗那个还冻的硬。对。我的妈呀，零下20多度，真的比咱们普通家庭的这个冰箱冷冻室还冷啊！对，玉米也是冻着卖的，天哪！螃蟹6块钱呢，啊，6块钱是鸡腿儿。哦，6块钱鸡腿儿。这各种海鲜、河鲜啊！哇！是吗？嗯。对。你看它这很少有小虾，最小的也得这么大呢。对，这边河里面虾确实大，我手已经很大了。对，都是现捞出来的感觉是哈，还挺新鲜的。所有的汤圆都外面卖的。这个大贝壳，这冻了能吃吗？这还？哎呀，那个贝壳冻的还能吃吗？咋吃？开水煮一下哈。哦。刚刚在漠河飞了一下无人机，哎呀，这无人机冻的差点掉下来。大家听着无人机就狂响，啊，现在没声音了。刚才这无人机啊，就是嗡嗡嗡，听，就这种声音。这才刚启动，平时在我们那儿就没有这种声音，就正常温度下。漠河还是太冷了，这哈气都是热气，啊，无人机狂飞。在天上掉电啊，飞快！以前能飞20分钟、半小时，现在只能飞一半的时间。我们这车在漠河停一晚上，车整个又被冰盖着了，然后打不开了。对，而且摄像头都盖着了。我在主驾上看啊，我们摄像头被这个冰棱子盖着了，看不清楚，弄不下，这得泼热水了，感觉。不行，你看，摄像头被捂得严严实实的。对，就这一块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这弄不下。这个就我们的摄像头，薄薄的。哎，别动，手刮疼了。没事。这个就我们的摄像头，就这个，这就冰棱子卡着了，什么都看不着。现在把后面玻璃也弄这样了。哎，别动，这个冰特别的利。它这个就是一点都抠不下。是，而且手一抠就会把你手划破。对呀，都这个点了，这个都快到中午了。来到漠河，我们的一个小愿望就是去打卡中国最北的火车站——漠河火车站。冬日里的漠河火车站没有几个旅客，整个车站都显得有些萧索。火车站建得很漂亮，因为漠河与俄罗斯相邻，这个火车站建得很有俄式风情。打卡完成后，我们去漠河市内找了家当地的餐厅，品尝东北的吊炉饼砂锅。漠河的户外太冷了，看我们的手机，刚刚从外面进来，我刚划了2下全是水，看这水，妈呀！手机现在跟冰块一样。对，手机上面一遇到这种水汽，在上面马上就变成水了。好冷。我们2个人点好了，点了3个菜。等饭中。感觉这家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多的哈，全是当地人。我们本来去了一家餐厅，但那家餐厅一个人也没有。这会儿是饭点呀，下午的6点，所以我们俩果断换了。这个是我们酒店老板推荐的，
然后开在居民楼的外面，应该很好吃。谢谢。我觉得这家应该差不了。我们还没吃过东北的砂锅呢，第一次吃，感觉味道挺好。这家人满了，我们俩来这最后一张桌子了。对，感觉应该很好吃。没听过这种东西哈，什么吊炉饼。吊炉饼我在别的地方吃过，但它这种砂锅做的这种菜呀、肉啊，咱那好像没有，应该是当地的一个特色。对，因为东北冷嘛，吃那种砂锅的东西比较热暖和。好啦，我们点的菜上齐了，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是一个素的豆腐汤，哎不对，它叫砂锅豆腐，对，里面是紫菜和嫩豆腐。这盘是酸菜五花肉，也是东北的一个特色啊。对，猪肉炖酸菜。然后这个是，肉段炖白菜粉条，是这样叫的吧？肉段白菜粉条的。对，猪肉炖粉条算是，反正都是东北的特色。另外我们要了他们家招牌的这个吊炉饼，这个是咸的，你看它分层的，上面有芝麻。文涛要的是甜的，它这个饼一个2块钱，挺大的。你看我这俩这合起来是一整个饼，2块钱啊，真的挺大的了。哇，好烫好烫！我感觉我手在外边有点冻的麻木，我进来之后摸这个烫是后知后觉感觉到的，已经感觉到疼了才放下的。就手的表皮是冰的那种。在东北吃这个感觉太爽了，因为感觉太暖和了，太冷了，吃点这砂锅。你看外面的极寒天气啊，你的手冻成冰块了，放这个砂锅上暖一暖，虽然砂锅很烫，你都不会觉得很烫。我想尝一个这个菜。它这是瘦肉啊，看这么多肉，这是一盘瘦的，还有这种肥的带皮肥肉，看着好美啊，这个啊，这么大一片，你拉近看拍一下，那老香了是吧？这个里面是溜肉段，还有粉条子、白菜，尝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个猪肉酸菜是狒狒点的。但不管谁点的，这个肉基本上都被涛哥吃了，因为我不太爱吃这个猪肉。这饼不错啊，刚出锅的，烫手，特别的酥脆，真不错，当地人推荐的就是好吃。东北这个猪肉还有这个酸菜真是绝配啊！这个大肥肉哈，冬天的一个大肥肉，这么冷的天，吃块大肥肉暖暖身子，然后增加点自己的脂肪，再喝点汤，对，太棒了，完美啊！这3个汤我都尝了，都好喝。对，我们俩就是分工很明确，我在吃肉吃菜，我主要吃肉，狒狒主要是喝汤。他这3个汤都喝了，哪个味道最好？我觉得这个淡一些，这个比较醇香一点，对，这个比较酸一点，各有特色，但都很好喝。对，然后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看我们这个哈，这个就是猪肉和酸菜哈，当地的酸菜，然后炖大肥肉，这个呢就是溜肉段儿，这个菜名叫溜肉段炖白菜粉条。对。这白菜就是这边冻白菜，东北很多冻白菜哈，它这炖一炖，正好也可以吃。这个肉段是先炸过的，是吗？这边的溜肉段还有锅包肉这些都是炸的。对，然后这边粉条感觉是粗一些，我们那边吃的粉条细一些哈，这边粉条粗一些。也挺好吃的。要看啥粉了？咱们那边红薯粉细一点，土豆粉也粗啊。这是什么粉？这个我还没尝，我尝尝。感觉像土豆粉。土豆粉啊。咱那是红薯粉啊。咱们一般吃那粉条子，包括那个旁边几个省啊，河南啊，吃的都是红薯粉。里面肉其实超级多。对。这个菜才16块钱。对。而且这个肉段18块钱，里面肉段也不少。是的，这个菜量太大了。量大味美。然后2块钱的饼，我俩吃了一半，已经吃不下了。那个饼看着不大，其实它特别的实，特别的实。我吃半个饼，感觉就吃不下去了。就是不是能太把控好这个菜量，经常点多。有时候，就比如说我们俩点了2个肉的，就想着来个素的搭配一下，这三锅就多了。然后饼呢也是要了一个咸口的，就想再尝尝甜口的，就又多了。
它量确实大。而且东北这菜味儿也挺好哈，可能因为我们西北人哈，北方人都比较适应彼此的口味哈。但我们觉得在东北基本上没什么不好吃的，都很好吃。今天我们点的这3个就是自己凭着那个喜好在菜单上随机点的，3个都没有踩雷，都很好吃。3个多少钱？我想想啊，这个18，这个16，34再加上一个8，42。这个才8块钱啊，8块钱，42加俩饼，46块钱。对，46块钱，太便宜了。你现在在那儿就很少找到这种8块的菜，一般的8块那种小碗菜，是吧？就这个砂锅，我拿这小碗都喝了多少碗了，还有好多。我们已经从餐厅出来吃完了，刚走的路上看到这个面包车，不知道已经在雪里面待了多久了。下面全是雪，上面也全是雪，深深的埋在了雪里。然后呢，现在漠河已经天黑了，狒狒打算带我去漠河的舞厅里面。漠河舞厅，我们俩刚刚吃完饭出来了，46块钱，吃的肚皮已经鼓起来了。我刚给老板，我临走时候给老板说，老板你家饭真好吃。老板说，我看着了，我看到你把那个锅掀起来倒碗里，把汤都喝尽了。好尴尬。我瞬间有点尴尬。